7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2位相关人士透露到，该行正在全面推进薪酬调整，不仅覆盖总行职能部门，还延伸至集团旗下的各子公司。总行人员的平均薪酬降幅略超10%，且职级越高，降幅越大。子公司薪酬下调幅度不一，整体而言高于总行，但部分经营情况较好的子公司降薪幅度低于总行。另一人士进一步指出，此次降薪不仅限于奖金的调整，还涉及基本工资的下调。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从2023年年报披露情况看，6大银行中，建行的人均年薪排第3位，为34.32万元，而且相比2022年是微下调的。建行降薪的消息引发员工的压力和不满，降低了员工幸福感，影响了生活质量，尤其是基层员工造成较大经济压力。员工对此表示不满和担忧，年收入降低到4万元左右，加大在大城市生活的压力。不过也有员工对降薪已有预期，且相对其他行业仍有优势，早已经历过降薪甚至裁员。相比于其他行业，建行的降薪幅度还算合理。也有人担心，建行的降薪政策可能对银行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服务质量和服务形象。接着奏乐，接着舞。有人认为建行总行降薪10%的消息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银行业整体受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大，预计会有裁员现象发生。鉴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一些网民预测银行业和保险业可能会经历大规模裁员。去年以来，银行业的降薪和裁员消息不断。去年年底，浦发银行没有发放年终奖，而是发出了一封家书。许多银行也取消了年终奖。今年5月上旬，有消息传出，平安银行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员工的奖金被扣发。最近，邮储银行的员工也爆料，前段时间开会宣布转型降薪，公积金也会降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也宣布大幅降薪。招行、浦发甚至出现了追讨过往多发的薪水，其中招商银行1年内追讨了上千万元。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尽管如此，因为就业形势，目前进银行的门槛依然很高。比如建行现在招聘要求还是很高，好一点的岗位基本都是名校研究生起步，但即便这样，都是应聘的人很多，需要各种筛选。对此，有网友分析表示，金融业降薪是大势所趋，降薪也是一种必然。银行降薪不是政策要求，而是银行面临的息差收窄、利润下行、不良贷款压力大、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发展以及让利降费等综合生态所导致的。银行整体降薪也是理所当然。今年以来，多次传出中资券商、公募基金等高收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减薪的消息，连平均薪酬不高的国有银行，现实也加入降薪之列。有内地银行业界人士对情况感到担心，认为本来平均薪酬就不算高的国有大银行推行降薪，可能会增加内部操作风险。接着奏乐，接着舞。近年，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共同富裕。中纪委在去年2月曾发表文章称，需要破除金融精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并提出整治过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道出了金融业降薪让利背后的战略导向，为实体经济服务，为高科技服务。他说，金融业的降薪并不是为了惩罚从业者，而是为了让这个行业丧失吸引力，逼着高端人才离开金融行业去搞制造业研发。一升一降，这个效果开始显现。看最新的薪酬排行榜，科技企业真的亮眼，而且势头最猛的不是 AI， 而是做硬件的芯片行业。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人均薪酬前50名的上市公司里，芯片设计类的公司已经追赶超越了以前最赚钱的金融。
大大颠覆了以前人们对制造业的刻板印象。芯片设计行业中包括数字芯片设计和模拟芯片设计。在2023年的人均薪酬前50名里，已经有17家公司是芯片设计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